不惜代价拿下明斗山脉。第五魂技，青狼突击。第五魂技，紫焰冰风。第六魂技，流焰天杀诀。日月的奶瓶储量耗尽，魂导阵地坚持不住了，青罗占据绝对优势。第六魂技，烈风风翼斩。第五魂技，龙皇坠灭。武魂融合技，双强炎炮。冲啊！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！目前攻下明斗山脉防线不成问题，日月元帅得知后也会勒马回传支援本部，天魂帝国之力力竭。总觉得哪里不对，隐隐有一丝不祥的预感。不能再靠近了。目标就在眼前，攻上出发！三圣狼猿魂骨技能，水银。魂圣军团就此湮灭，绝对压制性的毁灭气息，再慢半秒，你的精神空间也会泯灭。败了，这是目前为止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那道惨白光芒扫过时，如果不是命运之力赋予的灵感以及我自身的果决，我立刻就会身陨于此。主峰上的那股力量究竟是什么？刘浩，你可知日月帝国最强魂导师的名号？莫非是传说中的10级魂导师？无限接近，真正的10级魂导师理应被称为神奇。他老人家的壮举是历经32年制作了一件日月最强魂导器，也是斗罗大陆最为强大的魂导器——死神。什么样的魂导器竟能被称为死神？如果有一天你亲眼见到的瞬间，就会明白，死神一出，日月无光。老师真希望你永远不要遇到，也不要碰到这位面相。他本人的称号也是死神。这次打击后，明斗山脉恐怕会变成星罗不可逾越的天堑鸿沟。天魂那边呢？
我不能再继续当暹罗帝国的小兵了，必须立即回学院报信，由海神阁定夺。今日之败，在我一人，是我刚愎自用，以错误的战术导致我军损失惨重。我会向陛下自请处分，不会让他降罪于诸位。公主不必如此，此次大败绝不是您一人之责任。身为元帅，末将默认并赞同了您的战术，便要负起主要责任。当务之急是侦查清楚那道白光的相应情报，否则下次战场遭遇，我们依旧会重蹈覆辙。公爵大人，请起。那道白光的线索，我认为一人有可能接触到。是谁？犬子戴洛黎。元帅，你这次送来的消息非常重要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你背后是谁在指点你？就我自己想出来的。说，不说，以奸细论处。小弟这次难得立了大功，父亲您就……你叫我什么？军营之中没有父子，只有将军与士兵。是，元帅。元帅，告诉我这一消息的人，对我们只有善意，他的判断也很准确。洛黎，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姓名。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只需点头或摇头就好。这是不是不违背你和他的约定？他的武魂是不是精神属性？他的身高1.9米左右，身材匀称。这形容让我想起一个人。我明白了，他曾经2次救过我的性命，又神秘莫测。如果是他的话，没有问题。他2次救过您。说来话长，第一次是在等久了吧，小南？你迟到了，快上车吧，不然赶不上史莱克城的拍卖会了。当年海神原定情之处，就在此地。童儿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好思念你。
你找死吗？你是谁？是我，冬儿。我不认识你。对了，冬儿，伯父说你失忆了，你是不记得我了吗？什么冬儿？你认错人了。我是霍雨浩。我不是什么冬儿，记住了，本姑娘叫唐舞桐。你又不会太伯曾告诉过我，冬儿被他父亲治好了，只是失去了一切记忆。于浩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本体宗信使来报，天魂帝国遭遇日月侵略，毒老怪遭圣灵教邪魂师偷袭围攻，力战不敌，导致天魂连丢了好几个城市。我所要禀报的情报正是关于此事，必须马上召开海神阁会议。日月竟是声东击西，实际目标是天魂帝国，难怪星罗天魂两国同时大败。现在不宜插手战争，而应该加快发展自己，尽可能多获得前线消息，再做定夺。我赞同，继续加大对传灵塔、魂导系和唐门的投入。我们史莱克自己的魂导师军团也该成立了，加强史莱克城防军训练，从各地紧急召回内院毕业生，统一装配魂导器，随时做好支援前线的准备。贝贝，如果参战，你们唐门有多少配套魂导器的储量？能全副武装500名魂导师，其中包括全地形自走炮台、人形魂导器、后勤补给、探测魂导器等。很好，就叫唐门魂导师团吧，以唐门为名。谢谢玄老。在魂地里挑选魂师，内院和城防军的人员随你们召集。灵儿、多多、少哲，你们配合他们去办。于浩，你还要回到前线去。你是学院培养出的唯一一名极限单兵，论侦察能力，没人能和你相比。是，万事小心。死神射线的威力，估计是我挨上一下也会重创。有机会，你将死神魂导器的秘密探知，否则，未来三国不知道要用多少生命填补。徐三石、江楠楠、唐舞桐3人也跟你同去。唐门中，你再另选3人同往。你们用普通士兵的身份也不合适。学院出具一份文件，介绍你们去见白虎公爵，配合他行动。唐舞桐，他是预备史莱克监察团，你和三石楠楠就是他这次考核的考官，他也是一位故人。会后你去见见他。好，回去吧，好好将他再次介绍给伙伴。宇浩，太好了，元首回来了！你小子上次回来连招呼都不打，就不见人影了。哎，你不知道了吧？我们都到70级了，就差个魂灵。那太好了。南秋秋，你也在？我为了报答舅母之恩，加入唐门了。这下可是好事成3。啊，还有好事？冬儿，我不是冬儿。这位老师姓唐，名舞桐，是史莱克监察团预备团员，也是我们此行的伙伴。舞桐，你好。回来了就好。这不就是王冬儿吗？这次任务开始之前，三师兄、四师姐，
我们先去一趟传灵塔。传灵仪式，太好了，宇浩，你可要亲自为我们传灵啊！我们唐门和学院一直都互帮互助。他不就是王冬儿吗？唐门和学院怎么都不认识大火了？冬儿刚苏醒不久，我需要点时间帮他恢复记忆。要得益于宇浩。小师弟，你布置的这个法阵还真是神奇，光元素竟如此浓郁。传灵塔吸收阳光中的光元素，并存储起来，用于传灵仪式。塔主好。霍学长，霍学长来了。霍老师，关于传灵，最近我有一个问题不懂，想请教您。霍老师，我也想问。这个。今天先讲解到这里，我还有事，下次再跟你们讲。谢谢塔主。太好了，这个魂灵咒语难题终于明白了。魂灵究竟是什么？能够保留神智，并自愿与魂师融合的魂兽。对于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一些魂兽，能存在于魂师身上延续生命，并有极微小的可能获得永生。永生？怎么可能？如果魂师突破极限斗罗的界限，就有可能。不止，得有神奇之位才行。神奇之位。霍宇浩，碧姬前辈，跟我来吧。这是万年修为的天龙马，拥有纯正的龙脉，只因幼年遭遇重创，在进化到万年层次时未能长出龙翼，以致生命力渐衰，走到生命尽头。贝贝，你拥有浓郁光明圣龙气息的武魂，正与它契合。天龙马，让我帮你摆脱这具衰老的身体，好吗？我知道我们人类魂师的生命与你们魂兽相比不值一提。但若你愿意与我签订魂灵契约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在有限的生命里让你重新拥有活力，请你相信我。大师兄，我要开始了。贝贝，你也太帅了！71、72，我的魂力又连升2级，达到72级。谢谢你，天龙马。恭喜大师兄。谢谢你，贝贝。以后我就叫你天龙。恭喜你，天龙马。下一位是胭脂软金蟒，已经有3万年的修为。楠楠，她身体柔韧且善于近身作战，很适合你。传灵仪式进行之前与魂兽交流，这是宇浩首倡的规矩。将心比心，以诚打动魂兽，才是正道。不错，而且他的大脑容量接近人类的大脑，如果能与你们人类魂师相互通灵，学到魂技，对你们俩战力的增加也是不容小觑。但是，他为你们史莱克的一位超级斗罗所伤，一直被病痛折磨。你，胭脂，
你们不要插手。对不起，是我们人类给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。我理解，甚至共情你对人类的仇恨。如果可能，我更愿意为你治疗好身体的伤势，而不是让你成为我的魂灵。白灵塔建立以来，我越来越认识到，我们人类与魂兽之间的关系，不应该是以前那样的杀戮。杀戮令我们充满仇恨，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生态平衡。我江楠楠对天发誓，今生今世，绝不再为了获取魂环猎杀任何一只魂兽。如违誓言，天诛地灭。说得好，楠楠，我也一样，未来绝不再为了获取魂环而猎杀任何一只魂兽。如违此誓，天诛地灭。我霍雨浩也发誓，我会尽全力帮助大家与魂兽和平融合。碧溪前辈，我代表唐门约束门人，未来获取魂环以魂灵为主，做全体人类的榜样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一起发誓的人群中，也应该要有我。谢谢你们，我能感受到你们的诚意。楠楠，开始融合吧。楠楠消失了。看来是发生了什么奇妙的变化。我能感觉到，他从我身上学到了3个魂技：瞬移、重力控制、无敌金身。但他似乎还在领悟，未来可能会学到更多。我的楠楠更完美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了吧？等不及了，碧姬前辈，快让魂兽出来吧！这不就是？徐三石，你不舍爱人的心意十分可贵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。这是黄金玳瑁，他才3万岁的年纪，本应属于青壮年状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近来生命力流逝的特别快。三石，你赶紧与他融合，挽回他性命吧。你好，黄金玳瑁，我是徐三石，你愿意成为我的魂灵吗？
现在就看黄金玳瑁了。距离成功就差最后的一步了，他怎么好像在犹豫？碧姬前辈，3师兄与黄金玳瑁的融合已近尾声，只是尚需时间。传灵塔事务繁忙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小师弟，你为什么要支走碧姬前辈？大师兄，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10万年回环，刚刚碧姬不是说黄金玳瑁只有3万岁吗？终于完全进化为黄金玄武武魂了，比普通的玄武品级还要高，而且完全稳定，不会再退回玄龟了。我真替你高兴。好肉麻，我要吐了。宇浩，我现在换个魂灵还来得及吗？这个嘛，这是生灵守望之金，我从帝天的生命之水中偷的。原以为吞下它能助我提升修为，拳打雄军，脚踢地天，率领玳瑁一族一统星斗大森林。你志向挺远大的，但谁知道这块生灵守望之金熟悉了我的身体之后，竟然开始反向吸收我的生命力，我用尽办法都没能把它重新取出来。那我明白了，你10万年的修为就是被这块生灵守望之金生生拔上来的。要不是你们，我的命就搭给他了。你的生灵守望之刃把生灵守望之金吃了？不是吧？这生灵守望之金这么多，小师弟，你别吓我！我好像听到了神界的呼唤，就是神界的呼唤。怎么没了？好像是被什么硬生生切断了。是帝天的逆鳞。这么快就来了吗？不过，你既承载着我帝皇瑞兽的气运，此生就只能留在星斗大森林。不要着急，我能引动1次，就能引动第2次。第3次，可是这种机会1000年才会出现1次呀。那就击败帝天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总有一天，我会击败帝天。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似乎已经找到一丝方法，就算帝天能遮蔽的也只有我，而不是天，兽神也无法遮天，所以他今天慢了。
宇浩，只要你尚有斗志，我们都会一直陪你走下去。宇浩，我没事。刚刚是帝天前辈融入我体内的一股力量，感受到我气息的变化，现身保护我。对不起，大师兄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真相。这分明是神界的气息，这家伙错过了一个重大的机会。对了，三师兄，你那块生灵之晶还在我这儿。嗨，这么烫手的山芋，我巴不得你赶紧拿走。谢谢你，三师兄。走吧，魂灵融合完毕，我们回唐门准备一下，也该出发去明斗山脉了。宇浩，古一秋秋和季兄此次与你们同去，我留守唐门。有我在，放心吧，贝贝。大师兄，一切小心。落日森林那边如有情况，一定等我回来。放心吧。你说谎。帝天的力量打断了神界对你的呼唤，那根本不是你说的什么庇护的力量。嘘，我只是不想大家为我担心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能看穿？难道你了解神界？略知一点。这个现象是神界有一位神祇想要把神位传给你。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神祇？或许你一生都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了。你很担心我？哼，你想多了。哪怕你已经忘了我，还是会关心我吗？我背负着天梦阁他们的寄托，为了成神，我将竭尽全力。只是谁也不知道，我心中你才是最重要的人。这个人身上似乎有无数秘密，有些秘密还与我有关。不，我想他做什么？不管有多神秘，他也是个坏蛋。最多是个实力非凡的坏蛋。太好了，今天终于能吃到宇浩的烤鱼了。那是我们都沾了武瞳的光。这家伙做事还蛮仔细的。他可是烤鱼大师，当初我就是被他的烤鱼汤的香气吸引，才因此结识的。烤鱼还有一会儿，我们也别闲等着。老季，我们活动一下筋骨。正合我意。啊！顾一姐，我们去看看。武瞳，你帮忙看下火候，我得去盯着他们俩，不要闹出格。好。老季，你也很懂读氛围嘛。废话少说，开始。不是，真打呀！
就打吧。宇浩啊，咱兄弟做的够意思了吧？季兄，请。要上你上，我可不爱打架。我先闪喽！别一味躲避防御，要主动出击啊！闭嘴，该你上了。玄武置换，玄武阵，头好晕呐！审判之剑，湮灭斩。玄武遁阵，先为我付出黑暗，再以神圣光明之力审判我吧。玄武之力，审判之剑，湮灭之魂，玄武置换。小心我的口鱼！老季，就不磨蹭了，直接决一胜负吧，奉陪到底。第7魂技，入魂真身。魂技，玄武真身。玄武之翼，剑域星辰。我输了，承让。嘿嘿，楠楠，我赢了。好了，别得意了，宇浩那边都要烤好了，好香啊！差不多马上就可以吃了。宇浩，这么香的烤鱼，等下我们谁先来？你们先吃吧，我有干粮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之中谁年纪最小谁先吃。这主意好。古一姐，你多大？我22。嘿，古一姐，我比你小啊，我20岁零3个月。梧桐，你呢？我18岁。什么？好好吃。当然会好吃了。我用入微境界的精神力覆盖了鱼，烤鱼时控制的精细程度，简直是在制作一批魂导器。真是怪事啊！闻着味道比以前还好，而且有种浓浓的爱意啊！我闻到了爱的味道。这手艺是小时候妈妈教我的。妈妈说，烤鱼的诀窍就是要把对家人、恋人的爱也融入其中，才能烤制出最好的烤鱼。他还挺有一手的，难怪这烤鱼这么好吃。宇浩，今天这顿烤鱼必须要管饱，大家都饿坏了。我们来自史莱克学院，此次受学院命令前来支援西北集团军，还带来了玄老给白虎公爵的亲笔信。这个人好像是霍雨浩，就是那个创建了传灵塔的大英雄。对，你快去禀报元帅。
浩，是你来了。父亲，这位就是一手创办了传灵塔组织的史莱克学院年轻一代第一天才，也是史莱克学院海神阁最年轻的成员霍雨浩。哥，你是在玩哪出？原来你竟是史莱克学院出身吗？你们之前见过他，你还记得他吗？当然记得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传灵塔是学院和3大帝国以及星斗大森林联合创办的，并非是我。如果没有你研究出魂灵，我们可创办不了传灵塔。现在，传灵塔在魂师心中犹如圣地，未来发展不可限量。如果不是战争，我都想去你们传灵塔总部走一趟。公主殿下过奖。这是玄老写给公爵大人的信。眼下已经确定，日月帝国的目标就是天魂。斗灵帝国已经派去援军，我们也几次对日月帝国发起进攻，试图牵制日月帝国，为天魂帝国分担压力，但收效甚微。你们来担任侦察的工作。我们之所以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，就是因为日月帝国的高空探测魂导器封锁了我们的侦察，让我们的敌人根本没有了解。玄老对你们的侦察能力十分推崇，我想知道你们能做到什么程度。想不到霍雨浩精神力到了如此境界。这个精神功效与2次救下我的那个人一样，他们都是精神类魂师。日月帝国的空中封锁确实很强，但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。就我对日月帝国魂导器的了解，他们的空中探测魂导器的极限高度是5000米。如果有一位封号斗罗能带我飞到5000米高空，我就可以利用滑翔掠过他们的空中探测魂导器，深入明斗山脉进行侦测。这样做太危险了，5000米高空也是魂师的生存极限，那里空气稀薄，而且温度会骤降到零下150度，就算极限斗罗都没办法活动太长时间。雨浩，5000米高空太危险了。我是冰属性魂师，低温对我没有影响。至于空气稀薄，我也有一定办法。放心吧，三师兄。好，雨浩，我们相信你。我就以茶代酒，祝你马到成功。你既是我们星罗帝国人，不知仙乡何处？星罗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罢了，没什么名气。好，一个小村子能培养出你这样的人才，真是难得。那是因为咱们史莱克学院人才辈出。不多做寒暄了，公爵大人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商议战术吧。你们远道而来，已经很疲惫了，而且行动开始前需要周密的研究和布置，先休息一晚吧。梧桐小姐也有如此雅兴，星空又不是你家开的，只允许你一个人欣赏吗？你真的打算明天一个人冒险去侦测明斗山脉？如果东儿在的话，我们俩联手，成功率会更高些。我们有武魂融合技，能发挥出1+1大于2的作用。东儿，你整天脑子里除了东儿没有其他人了吗？这些天在路上，
你的大情圣故事我都听烦腻了。我并不是什么情圣，我唯爱冬儿一人。我今晚找你，是有件正事。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便感觉我们的魂力可以相融。不可能。好吧，我是真觉得我们有武魂融合的可能，能不能试一下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未来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战斗力会得到极大增强。2个魂圣如果施展武魂融合技，加上你强大的武魂，威力可观。好吧，就看在你烤鱼的份上。不过，我只给你1盏茶的时间。就在这里，我们开始吧。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再来。他真的不是冬儿。武魂融合哪有那么容易？如果可以，我会没有感觉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不就是魂力不能相容吗？他怎么跟得知伴侣死讯似的？为什么我有种心痛的感觉？我好想做你的妻子。1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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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唐舞桐不是冬儿，冬儿，你究竟在哪里？这家伙昨晚的反应很不对劲，我要不要关心一下他？早，唐小姐，早。你昨晚，这家伙在搞什么啊？就因为武魂不相容，就不温柔了，变得这么疏离。你和宇浩大早上的这是怎么了？楠楠姐，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武魂和另一名魂师有可能融合，于是就去尝试了，但失败了。这种情况对他的打击会很大吗？梧桐，你说的不会是宇浩吧？他和你武魂融合失败了。没想到竟会是这样，我们错了，可能我们所有人都错了。你不要说谜语了，快讲。抱歉，梧桐，宇浩为你带来的困扰，我代他向你致歉。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当初宇浩刚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有一名室友叫王栋，他们俩亲密无间，共同学习修炼，一起努力，崭露头角，拿到新生考核的冠军。后来他们还一起参加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，大放异彩，为学院争得了冠军，获得终身史莱克7怪的荣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
家的实力不断增长。宇浩参加海神园大会，发现王冬姬是女孩子，他们俩很快成为了羡煞旁人的情侣。然而，冬儿似乎有先天疾病，宇浩为此前往落日森林，以自身重伤为代价，换来了天才地宝挽救了冬儿，他自己却双腿残疾，无法行走了。即使他坐着轮椅，依然带领我们进入了精英大赛的决赛。不过日月帝国狼子野心，突然对我们下手，逼我们进入乾坤问情谷。冬儿为了宇浩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直到宇浩又遇见你，我们都以为冬儿回来了。这里是明斗山脉的最高峰，一览众山小。如果我能从这里突入，日月帝国军队的整体部署，我能尽收眼底。坦白说，你指的这个地方，是我们目前最想要进行探测的地方。但是，我不能让你去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地方，吞噬了我星罗帝国200名魂圣以上级别的魂师，给予了我们重创。难道传说中接近10级的魂导器死神塔就部署在这里？我知道，我一早就猜到日月帝国会把最强的魂导器部署在这里。我有自己的打算。此前他们凭借这件魂导器重创了星罗帝国，肯定不会想到我会从那里突入。我这次突然侦查，一定能打对方个措手不及。还是太冒险了，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潜入侦查。死神塔是最大的威胁，日月帝国军队其他的情报都不能与之相比。放心，我有80%的把握全身而退。好，作为一名军人，我确实无法放弃这样的机会，哪怕把我自己当诱饵来牺牲也在所不惜。宇浩，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这需要周密的战术安排。我需要星罗帝国做出佯攻，吸引对方的注意。佯攻的位置最好选在……他真的要去冒险了？楠楠姐说的那些事，他今天状态那么差，真的可以吗？为什么我心中会在意他的安危呢？在这个位置，我需要有人空中接应。我来吧。除去已经被安排任务的封号斗罗，剩下人当中，我的武魂最擅长飞行，其次是古一姐的神圣天使，但她的天使武魂在夜空中太亮了，容易暴露。这主意不错，今晚我们就全部行动起来。好。那么武桐，你作为第1道空中接应，古一在后方做第2道空中接应。三师兄、四师姐、季兄、秋秋，你们做地面接应。大家先休息1个时辰，调整状态。日落后开始行动。好。这个家伙，为什么他的眼神中包含着一份决绝？
出发！宇浩，我出发了，要小心，要小心啊！哥，你搞什么？这么大仗势，今晚你要干什么去？我今晚要去探查日月帝国防线布防的漏洞，去把珍贵的情报带回来。你一个人吗？好危险的！洛丽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这个傻瓜，他这么坚定的要侦查死神魂导器，难道和昨天武魂融合没有成功有关吗？我与99公主、玄机斗罗他们商议决定，这次行动为了保密，就由我亲自送你上去。走。这个家伙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？宇浩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如果有任何不适，立刻告诉我。我们不是不能停下来。我没事，继续吧。他怎么了？语气冰冷而淡漠，是高空的极寒影响了他的情绪吗？3000米，4000米，我的飞行魂导器快撑不住了。那我做好了。这是父亲，不，他不是。用八角玄冰草控制体温，日月帝国的热感魂导器就探测不到我。宇浩，现在是5500米高空，你还有更高吗？我的极限应该能飞到6000米。可以了。宇浩，一定要小心，安全为重。若事不可为，切记不要冒进。我要送你出去了，准备。这小子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啊！我个体所烦忧的问题，在无尽夜空下显得如此渺小而不值一提。啊！成神的机缘又来了！又是地天，这已经是他第2次截断宇浩成神的机缘了。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打破他的束缚。看来是时候让地天给点好处了。第2次，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
这是为什么？我追寻了80万年不可得的东西，竟然在短时间内2次出现在他身上，向他发出召唤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就因为我是魂兽，而他是人类吗？最危险的时间段有2个，其一就是我释放出精神探测的瞬间，其二是撤退时刻。我得提起100%的专注力和谨慎。星罗军方为了掩护我的试验性攻击开始了，佯攻开始了，事不宜迟，武魂真身。精神力屏障。一道巨大的精神屏障覆盖了整个明斗山脉最高峰。精神波动双属性探测魂导器，不好，他要定位我。3圣狼猿魂虎技能，瞬移。好险，被定位到的话，下一瞬到来的就是致命打击。就算要撤，我也要在走之前。要下你们一块肉来。高空探测魂导器是需要同地面建立信号连接来工作的。如果能避开探测魂导器的监测，近距离释放干扰信号，就可以阻截通信，让探测魂导器失明。日月帝国，我也让你们感受一下失明的滋味。什么？超高空探测魂导器失效了？是的，狂牛冕下，目前已经有6台超高空探测魂导器接连失效，数字还在往上升，可能是故障。毕竟超高空探测魂导器的技术还不够成熟。不，是敌袭。邪君魂斗士团出动！那位大人物下了命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来袭者留下。哼，这是自然。不好！他们反应过来了。我也不会只是被动防御。地剑，兵极无双。邪君魂导士团长，狂牛斗罗王一恒，你跑不了。你我之间正好有一笔旧账还没清算。一个小毛贼，居然敢到这里撒野！
看你往哪儿逃！烈焰天罗！灵魂暴震！烈穹极强！ 不愧是9级魂导师，这样也不能重创他。混蛋！成功激怒他了。356颗烈焰天罗，全体出击！天罗地网！ 小子，受死吧！你的礼物还没收到，我怎么舍得死？混蛋！后会无期，玄武之发，玄武对阵。到你了，楠楠。圣衣，无敌金身。什么鬼？白白损失了我好多颗烈焰天罗！啊，怎么回事？一切寂灭了。 烈焰天罗，原来不止一个毛贼！别想逃！青天卧杀！光明龙神蝶。 10万年魂环，他竟能硬挡9级魂导师，那又如何？第6魂技，龙神武天杀。 龙翼边缘有蝴蝶翅膀波浪形的弧线，龙翼铡刀。虽然相似，但这不是冬儿的光明女神蝶。王一恒，你中计了！就凭你们！邪君魂导师团的尖刀小队很快就会到来，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他们。武魂真身，玄武阵。第6魂技，天使之舞。啾啾，我在，我们一起。第5魂技，圣剑。第5魂技，天之泯灭剑。 金
神武遁阵。第6魂技，锁骨之玉。必须动手。武魂真身。该结束了。第7魂技，黄牛真身。梧桐，第7魂技。神之光，天之马，守护锁。趁现在，该死，不能让他过来。王一恒，死期到了！血色天罗防护罩，开！这种痛苦、眷恋的熟悉感觉是什么？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我还不能死！他要破釜沉舟！万父天罗归师！他的精神力濒临崩溃，太危险了！宇浩，回来！解决他的好机会。顾宇浩，我来助你。命运裁决。接着，顾宇浩。黄金龙神枪！这牛头还真硬。我来助你。灵魂暴阵！我不该死，不该死！当年助纣为虐，围杀我和我的朋友时，不应该做好如今的心理准备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当初要是……他这一身魂导器摔坏就可惜了。古一、秋秋，收集这些散落的魂导器，就拜托你们了。嗯，没问题。团长竟然被杀了！
回去复命吧，此仇我们迟早会报。这家伙全身魂导器都是值钱的宝贝啊！狂牛斗罗竟然这样被围杀了。太好了！一名9级魂导师的尸体，能为帝国带来多大价值的情报？在历史上，还从未有过这种战利品。王一恒是第一个。宇浩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魂导器都搜集完毕了。白虎公爵，王一恒的尸体就交给你们了。将狂牛斗罗尸体带走。是。这是3000米高空对地面探测魂导器的核心法阵，日月帝国的最新科技。我收缴了数个，供给给星罗的魂导科技师研究。宇浩，你们一行这次的收益实在难以估量。你们都是少年英雄，国之未来。我会亲自向陛下禀功。有了，我累了，得回营休息。宇浩，应该是刚才宇浩使用后东掌，牵动了内心对东儿强烈的思念所致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就可以恢复了。我们先回去吧。东儿，你真的还活着吗？当初我送你回昊天宗，牛伯太伯对我那么冷淡，到底是因为你沉睡了，还是……东儿，如果你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就带我一起走。刚才他那一掌叫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如此的悲伤？王一恒真的是被霍雨浩和他的伙伴们杀死的。我比宇浩要大5岁，但在整体实力上已经被他们远远抛下了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只能看到最后一幕。从当时情景判断，应是宇浩7人在主控魂师的有效调动下，将战斗力发挥到极致，不断削弱王一恒。由宇浩的昊东掌给予致命一击，其关键作用的有4人：许三石、江楠楠、霍雨浩和季绝尘。主控魂师吗？这个人只可能是霍雨浩。公主殿下说的不错，当年我们与霍雨浩参与第1次精英大赛时，他作为主控魂师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，更何况如今，他不愧是未来海神阁阁主的人选，难怪一小小年纪就成为海神阁最年轻的成员。宇浩，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。元帅过奖。晚点陛下会有奖励，甚至爵位加封。现在大军士气正盛。报，天魂帝国紧急情报！斗罗大陆要掀起一场浩劫了。天魂帝国全线溃败，本体宗遭受重创，国都天斗城实现了。战争开始才10几天，恐怕再有半个月，天魂帝国就全境沦陷了。那时候，星罗帝国侧翼、斗灵帝国正面和史莱克城都将遭受威胁。
公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2个办法：一保守，一激进。保守之法是，我们立刻撤军，集结全部力量向学院求援，团结斗灵帝国和隐士宗门，趁日月帝国侵略天魂帝国分兵之时，与他们的主力决一死战，拼上一回。激进之法呢？孤注一掷，破釜沉舟，攻敌必救，冲入日月帝国，长驱直入，不怕他们不回援。你是说硬冲？不行，死神塔的威胁太大了，很可能令我们全军覆没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有了具体的办法，且是有效之法。什么？我个人的极限单兵。计划是这样：这是一口虎牙，我父亲当初传给我的，据说是先祖击败一头虎类魂兽留下，有杀伐之气护身。你带上吧。谢谢。说谢的应该是我才对。感谢你为星罗帝国做出的贡献，所有星罗人都铭记于心。我们出发吧。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我能自己滑翔过去。宇浩，保重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无论如何，活着回来。精神探测。上次的行动之后，日月帝国增加了更先进的波动探测魂导器。日月帝国为了发现我，竟然用超高空探测魂导器作为基座，再在上面放置波动魂导器进行探测。但这些根本拦不住我。上次差不多是这个距离出现的精神屏障。命运残垣。这就是传说中接近10级魂导器的死神塔。不好，死神塔在积蓄能量。刚才一股刺痛直刺我灵魂深处，仿佛跟死神擦肩而过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有什么？我有天赋能力，跟你一起混进来的呗。没有本姑娘的帮助，你刚才要被集火了。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。少废话，快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你要听我的指挥，我将你送到山上，你只需全力破坏，不用管我。1000米、500米、400米，快了！不好，是7级魂导器抗拒之光。抗拒之光唯一的作用就是将受击者推远，平时根本没有大用，在此时却造成最大的阻碍。我给他扇远不就行了？
地剑，冰息无双。就是现在！1、2、3！一落地，我就预备开启最强魂技，将死神塔一举摧毁。 启动了，梧桐，强神踏印，玄武之幻。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将真相告诉他。哥，你想通了？只是家国大义面前，没必要了。你一定要安全回来。我的身体正在被裂解，生命力在流逝，精神之还在崩溃。好在还有。好狠了！这是有多少数量的冤魂才能炼制的武器？他的金光好强，是什么力量？被死神之光击中，居然还能活着，你怎么做到的？逆鳞救了我。上次他击杀我们团长，这次我们瓮中捉鳖，为团长报仇。梧桐，帮我争取点时间。他们交给我来解决。定魂技，龙神咆哮。启动联动攻击！
辛苦了，霍小友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第6魂技，万壑雷音。总算能够和这些混蛋干一场了。第5魂技，十方巨灭斩。护国斗罗成刚前辈，这里比星罗城更需要我。第5魂技，永暗星域。第6魂技，万法星云。第6魂技，劫灭空明破。第6魂技，八荒尽灭。第5魂技，世尊法下。第8魂技，万川归虚。第8魂技，九霄风雷引。哪里冒出这么多封号斗罗？去见你们队长王一恒吧。这次有10位封号斗罗主动请缨。这些魂导师不足为虑，但山上魂导器实在太多，这里就是主峰。没错，通过几次探查，死神塔魂导器的威能我大致清楚了。我的精神力一来到死神塔附近，就感到刺痛和灼烧，说明死神之光也是由精神力构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大量怨灵压缩凝聚而成。怨灵，看来还是需要你这个精神魂师来摧毁它。那我们分头行动。巨锤、随行，你们护送霍玉浩等人从山体内部前往峰顶，摧毁死神塔。其余人随我分散剿灭剩余魂师和魂导器，为后方大军开路。最后，我们峰顶会合。河山大牛。山峰内部空了一些，随行，该你了。第6魂技，无间星极引。这里就是明斗山脉的主峰。不对，守护的魂师们在哪里？这就是死神塔。果然有好强的精神压迫，我来锤烂它！第9魂技，千重钢鸾风。我说什么人能够进入我的精神屏障？原来是一个擅长精神力的小家伙。
死神塔还缺一些强大的灵魂作为主魂镇守，就收了你们几个吧。无法动弹了。2个万年加3个10万年魂环，是极限斗罗。除了黑暗圣龙龙逍遥，日月帝国竟然还有一名极限斗罗，而且他掌控着死神塔，说明他就是日月帝国最为神秘强大的死神斗罗，也是一名9级魂导师。极限斗罗已接近半神，如果他获得神位，就能真正成神了。难怪日月帝国对明岛山脉的防御如此放心。他出现后，我的精神探测就被完全压制了。死神斗罗前辈，您为什么要助纣为虐，帮助日月帝国侵略自己的祖国？祖国？您一定不是日月帝国人。由于人种体质的差别，日月帝国的魂师在到达一定境界后，修炼速率就会明显下降。这也是日月帝国几乎没有出现过超级斗罗的原因之一。您必然出自我们斗罗大陆，何不考虑回到我们这边，回到祖国的怀抱呢？祖国？斗罗大陆哪有邪魂师的归处？你们这些所谓的正统魂师，每看到我都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你竟然跟我谈祖国，哼，可笑！各位前辈，请先不要动手，晚辈有几句话想说。又是你，多次闯入我军领地，魂圣的境界，却有封号斗罗级别的精神力，真是难得啊！如果轻易杀了你，反倒可惜。我要把你留到最后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，叶前辈？你叫我什么？这就是极限斗罗的实力。方才他完全没有跟我们产生任何直接碰撞，只是利用巧力轻易卸掉了全部攻击。他对时间、空间的精妙掌握，远在我之上。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叶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认识本座的人应该没几个才对。快说！您的芳名是叶溪水，对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叫霍雨浩，我的老师名唤穆恩。穆恩？不，就算是他站在如今的我面前，也未必认得出我。更何况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了！叶前辈，恐怕当时只有和黑白双圣龙同时代的您，才有可能以邪魂师的身份成就极限斗罗。也只有您能说服龙逍遥前辈加入圣灵教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您竟然还是日月帝国的死神斗罗。难道您真要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痛苦，让全大陆都因战争而生灵涂炭吗？小家伙，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往往命不长久。你是他的弟子，我可以饶你一次，不过你最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一次我记着他的好，
就不一定了。这么近都无法窥视死神塔的构造。大胆！你不是说不杀他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不行了。伯恩那死鬼已经死了，要是在地下看到自己的小徒弟来找他，会是怎样的表情？小子，还只怪你选错了老师。宇浩。魂圣怎么会突然爆发出极限斗罗的气息？人类，速速离开！你不是霍元浩。